饭桌上，妈妈漫不经心地宣布：“你把工作让给你妹妹。我养你20年，也该到你报答的时候了。”我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那份 offer， 是我投了200份简历，面试了37次才拿到的。妈妈把 offer 推到妹妹面前：“这份工作挺好的，你去试试。”妹妹林诗诗接过来，看都没看我一眼，扬起嘴角：“谢谢妈，我就知道你最疼我。姐姐肯定也愿意让给我的，对吧？”她特意加重了姐姐2个字，姐姐，像是在提醒我，这个位置是林家赏给我的。我看着她手里的那张纸，那是我投了200份简历，面试了37次，熬了无数个大夜才拿到的研发部 offer。那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我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妈妈脸上的笑瞬间收了回去，她眉头竖了起来，把筷子啪的一声拍在桌上。写你的名字怎么了？你去跟公司说一声，换成你妹妹不就行了？你一个养女，吃我们家的，住我们家的，让个工作怎么了？这是大厂，要实名入职，还要查学历和社保。你少拿这些话来糊弄我！妈妈一巴掌拍在餐桌上。我已经问过你李阿姨了，她儿子李强就在你们公司当人事主管，只要你明天去跟他说，你自愿放弃，推荐你妹妹顶上，这事儿就能成。你也不想想，当年要不是我们林家收养你，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福利院待着呢。我盯着她理所当然的脸。我如果不去呢？妈妈猛地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现在翅膀硬了是不是？你妹妹刚找了个富二代对象，正是要用钱的时候，她要是没个体面的工作，怎么嫁进豪门？你一个连对象都没有的单身狗，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你去那么好的公司干什么？浪费！”姐姐，你别惹妈生气了。林诗诗赶紧抽了张纸巾，假惺惺地递给我：“不就是一个工作吗？你再找不就行了？你学历那么高，找工作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我不一样，我找不到好工作的。”我没有接她的纸巾，衣服上的油渍很烫，但比不上心里的冷。我低着头轻声说：“大学的名额让过一次，实习的机会让过一次，连周明那个垃圾男朋友我也让过一次。”我抬起头直视林诗诗的眼睛。现在是工作，下一次你们打算要我的命？林诗诗脸色变了。你骂谁垃圾？当初是周明说他喜欢的是我这种温柔懂事的，不是你那种整天只知道工作的女强人。再说了，我已经不想要周明了。我冷笑一声。所以你脚踏2条船，周明和富二代你都想要啊？妈妈气得浑身发抖，冲上来扬起手就要打我。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死死捏住。妈妈瞪大了眼睛：“你敢还手？”我狠狠甩开她的手。我忍了20年，不是为了让你们得寸进尺的。妈妈踉跄了2步，撞在椅子上。反了！反了！你还敢对我动手？你忘了当年是谁把你从福利院领回来的？她冲进我房间，把我的行李箱拖出来，直接砸在客厅地板上。你不让是吧？那就给我滚！从今天起，你不是我林家的人。一直待在房间里的外婆听到我们的动静，突然站了起来。她从房间里走出来，拿出一个红色的本子递给我。小小，拿着。是户口本。妈妈尖叫出声：“妈，你把户口本给他干什么？”外婆没理她，把户口本塞进我包里。走吧，走得远远的，别再回来了。妈妈冲过来要抢，我一把拉起行李箱，转身走向大门。妈妈在身后歇斯底里的吼：“你今天踏出这个门，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妈！”好，如你所愿，我本来就不是你亲生的。第二天上午，我拿着电子 offer 去星辰科技报到。大堂里人来人往，我刚走到电梯口，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林诗诗。她穿着一身名牌职业套装，挽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男人叫李强，是林诗诗勾搭的富二代，星辰科技的人事主管，也是妈妈排有李阿姨的儿子。林诗诗看到我，眼睛一亮，笑着走了过来。
他上下打量着我。哟，这不是被赶出家门的姐姐吗？怎么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呢？要不要我借你点钱住地下室啊？我没理他，径直往电梯走。李强横跨一步，挡在我面前。林晓是吧？你不用上去了。我抬眼看他，我是来办理入职的。李强冷笑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是我那份纸质 offer。你的入职名额已经被取消了。当着我的面，他把那张纸撕成2半。还想进研发部，你配吗？我看着地上的碎纸片，冷静地说：“我的电子 offer 已经盖了公章，系统里有记录。”李强得意地扬起下巴：“是吗？你妈昨晚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自愿放弃这个名额，推荐你妹妹顶上。我已经把林诗诗的名字录入研发部系统。”我拿出手机，点开录音键。李主管，你的意思是你利用职权把我的研发部名额私自换给了林诗诗？李强脸色一变，你录音？他伸手就要来抢我的手机，我后退一步，避开他的手。抢劫手机，数额较大，3年起步。李强的手僵在半空，脸色铁青。你少拿法律吓唬我！我告诉你，研发部的秦总监是我亲舅舅。你就算闹到天王老子那里，这名额也是诗诗的。你拿什么跟诗诗争？林诗诗在一旁捂着嘴笑。姐姐，李哥也是为你好，你那么木讷，怎么适应得了研发部的高压？不过李哥人好，在后勤部给你留了个位置。李强冷哼一声：“后勤部还缺个打杂的，你要是愿意干，就去负1楼报到；要是不愿意，现在就滚蛋。”我收起手机，看着他们2张趾高气扬的脸。好，那我就去后勤部。林诗诗愣住了，李强也愣住了，他们大概没料到我会这么轻易妥协，连闹都没闹。算你识相。李强眼中闪过一丝鄙夷，能有个打杂的工作就不错了。去负1楼找王主管。我转身走向货梯，我当然不会就这么算了。星辰科技的后勤部正好负责整个公司的监控系统维护和硬件检修。既然你们要把我送到这个位置，那我就好好看看你们能在这个位置上坐多久。姐姐，以后在公司见了我，记得叫林主管哦。林诗诗在身后得意地喊：“好啊，林主管，希望你在这个位置上坐得稳。”后勤部在负1楼，王主管是个50多岁的秃顶男人，看到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新来的，那边有桶水，去换了。3楼会议室。我拎起那桶19升的纯净水，走进货梯。3楼会议室门口，几个研发部的员工正在聊天。看到我搬着水桶进来，其中一个女人皱了皱眉：“动作快点儿，会议马上开始了。”我没说话，弯腰把水桶装上饮水机。另一个男人上下打量着我：“听说你就是那个被顶替的养女林晓啊？挺可怜的，不过也是，你能进星辰就不错了。”我把空桶拎起来。说完了吗？说完了，我走了。男人愣了一下。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换水、复印、修电脑、排查线路。林诗诗每天都会故意找我的茬。林晓，把这份文件复印100份，马上开会要用。她把一沓厚厚的文件甩在我桌上。动作快点儿，干点活磨磨蹭蹭的。我抬头看了一眼文件封面，这是研发部的核心代码文件，按规定不能随便复印。林诗诗双手抱胸，冷笑出声：“我是研发部的主管助理，我让你复印你就复印，哪来那么多废话？你是不是嫉妒我坐在那个位置上？你一个野鸡大学毕业的，能进星辰科技就不错了，还敢挑3拣4。”我没说话，拿起文件走向复印机。路过茶水间，我听到几个同事在八卦。对啊，诗诗说她姐姐从小就不学无术，连大学都没考上，还是个被收养的。要不是林家心善，她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诗诗脾气真好，还把她弄进公司来打杂。我停下脚步，大学没考上，当年我拿到了清北的保送名额，妈妈哭着求我。诗诗身体不好，我们家养你这么多年，你
你让让诗诗。他拿着我的身份证去办了顶替手续，我被迫去上了一个野鸡大专。这些年我拼命考证，自学编程，才拿到了星辰科技的 offer。现在他却到处散播我没上好大学。我走到复印机前，按下复印键，一张张纸吐出来。我看着上面的代码，这是公司即将发布的新项目星海的核心算法。代码里有一个致命的逻辑漏洞，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但我什么都没说。我把复印好的文件交给林诗诗，林诗诗接过文件，嫌弃的拍了拍。下次动作快点，别忘了，你能有今天，都是我们林家赏你的。下午，妈妈突然来了公司，她提着2个大果篮，大摇大摆地走进研发部。她逢人便笑，活像个老板娘。哎呀，大家辛苦了，吃点水果。看到我在角落里修打印机，她脸上的笑瞬间消失。她大步冲过来。我听诗诗说你又欺负她了，我们林家养了你20年，你就这样报答我们？林诗诗假惺惺地跑过来，拉住妈妈的胳膊。妈，你别说姐姐，她可能只是太想证明自己了。证明什么？她就是嫉妒你。我面无表情看着他们母女俩的表演。研发部的秦总监推开门走了出来。吵什么？这里是公司，不是菜市场。妈妈立刻换上谄媚的笑脸。秦总监，我是诗诗的妈妈，这大女儿不懂事，从小就不听话，我教训教训她。秦总监看了我一眼，眉头紧皱。林晓，来我办公室。林诗诗凑到我耳边，压低声姐音：“姐，秦总监叫你去办公室，你这次死定了。”是吗？那走着瞧。秦总监的办公室在18楼，他坐在真皮转椅上，翘着2郎腿。林晓，你入职这半个月，同事对你的评价很差。他把一份考核表扔在桌上。工作态度散漫，不服从管理，现在又把家属闹到公司来，你如果不干，马上走人。我看着秦总监，50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金丝眼镜后面是一双精明的眼睛。秦总监，公司的星海项目明天就要发布了吧？后勤部的员工不要打听研发部的事。那个项目的核心算法有漏洞。秦总监的脸色瞬间变了。你胡说什么？那是诗诗带头熬了3个通宵做出来的。秦总监，您真的相信一个连基础代码都写不明白的人能独立完成星海项目新算法？秦总监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林晓，我知道你心里不平衡，但事实就是事实，诗诗的确有这个能力。如果我说那个算法是我写的，办公室里的空气凝固了几秒。秦总监站起身，走到我面前。你有什么证据？您看看代码第1024行到第1080行，那段代码里，我特意用了 C+17标准里一个比较冷门的特性，一般程序员根本不会用。如果您让林诗诗解释那段代码的逻辑，她绝对说不出来。秦总监沉默了，他走回办公桌前，拿起电话。让林诗诗来我办公室。5分钟后，林诗诗推门进来，看到我站在角落里，她脸上闪过一丝不安。秦总监，您找我。星海项目第1024行到1080行的代码，你给我讲讲具体的实现逻辑。秦总监靠在椅背上，语气平静。林诗诗愣住了，她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那段代码是我熬夜写的，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你自己的代码说不清楚？我太累了，脑子有点乱。够了，你先出去。林诗诗咬着嘴唇，狠狠瞪了我一眼，转身走出办公室。门关上后，秦总监看着我。就算那段代码是你写的，又怎样？诗诗是我外甥的女朋友，我不能不给她面子。所以你继续在后勤部待着。星海项目的事儿，不要跟任何人提起。那段代码里有一个致命的内存泄漏，如果项目上线，运行72小时左右，整个系统就会崩溃。到时候，公司损失的不仅是几千万的研发费用，还有整个市场的信任。
你确定？我确定，为什么不早说？因为林诗诗不会听，李强不会听，你也不会听。秦总监猛地站起来，所以我等着，等明天发布会，让大家了解真实情况。你疯了！公司损失几千万，对你有什么好处？对我没什么好处，但对我很公平。你，秦总监，我不是来跟您吵架的，我往前走了一步，我有解决方案。漏洞我可以修复，项目可以按时上线，但我有3个条件。什么条件？第一，我要回到研发部；第二，林诗诗和李强需要为他们的行为承担相应后果；第三，公司必须在星海开幕会上承认星海项目计划是我全权开发的。秦总监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阴晴不定。你让我想想。您只有今天1天的时间。我转身走向门口。明天发布会如果漏洞还在，后果您比我清楚。走出秦总监办公室，我在楼梯间里站了很久，心跳很快，手心全是汗。我知道自己在赌秦总监是个聪明人，知道什么对他最有利。但我没想到秦总监比我想象的更聪明。晚上8点，我接到他的电话。条件我答应，但你必须在明天早上之前修复漏洞，并且写出一份完整的技术文档。好，我回到公司，走进研发部。林诗诗已经下班了，办公室里空荡荡的。我打开电脑，登录系统，看着屏幕上的代码，我深吸了一口气。这些代码每一个字符都是我的心血，熬了3个通宵，写了5000行，现在终于要拿回来了。凌晨3点，漏洞修复完成。我写了详细的技术文档，把每一段代码的逻辑都解释得清清楚楚。秦总监发来消息，文档我看了，没问题。明天发布会，你做好准备。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城市夜景，万家灯火没有一盏是为我亮的，但很快就会有了。第2天，星海项目发布会，公司包下了市中心最大的酒店宴会厅，高管云集，媒体也来了不少。林诗诗穿着高定礼服，像个公主一样站在台上。台下，妈妈和李强坐在一起，满脸骄傲。渣男前男友周明也来了，手里还捧着一束红玫瑰。接下来有请我们星辰科技的优秀新人林诗诗为大家讲解星海项目的核心技术。主持人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林诗诗走到麦克风前，笑容甜美。谢谢大家，这个项目是我和团队没日没夜努力的成果。她开始播放 PPT， 讲得天花乱坠。我站在会场角落，看着屏幕上的代码，那个漏洞她果然没有发现。讲解结束，到了提问环节。秦总监拿过麦克风，他看向角落里的我。在提问之前，我要先处理一件公司内部的事。林晓，你上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走上台，大屏幕闪烁了一下，画面亮起，不是 PPT， 而是一段监控录像。画面清晰，时间显示是3天前的深夜。研发部办公室，他密码是多少？李强拿着钥匙打开了我的电脑。林诗诗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 U 盘。1234566，这女人蠢得很。李强一边输入一边笑，电脑解开，李强点开一个名为《星海最终版》的文件夹。考下来了。考下来了，太好了！他熬了3个通宵做出来的东西，正好便宜了我。等明天发布会一结束，我就能升主管了。那我有什么好处？李强一把将他搂进怀里，两人在办公室里开始亲热，全场寂静无声，只有监控录像里传来的声音在空旷的宴会厅里久久回荡。李强情绪彻底失控，一心想要去拿鼠标。关掉！立刻给我关掉！我反手一巴掌扇在他脸上，李强被打得一个踉跄，摔在地上。台下炸开了锅，媒体的闪光灯疯狂闪烁，周明脸都绿了，手里的玫瑰花掉在地上。他冲上台，指着林诗诗的鼻子：“林诗诗，我对你那么好，你敢绿我？”林诗诗脸色惨白，浑身发抖。“不是的，周明，你听我解释，那是合成的，是林晓陷害我。”秦总监脸色铁青，大步走上台：“林晓，这是怎么回事？”秦总监，我负责维护监控系统，刚好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至于星海项目，是林诗诗偷我的。
秦总监看向李强和林诗诗，你们两个收拾东西滚蛋！公司会起诉你们窃取商业机密。妈妈在台下急了，连滚带爬的冲上来。秦总监，你不能开除诗诗，她可是功臣啊！是林晓陷害她，我们林家养了她20年，她恩将仇报。妈妈伸手就要来抓我的头发，保安迅速冲上台，将妈妈死死按住。你们凭什么抓我？妈妈像个泼妇一样在台上撒泼打滚。你会遭报应的，你忘恩负义！我居高临下的看着她。报应，我等这一天很久。秦总监深吸了一口气。李晓，这份方案是你做的，项目主管的位置你来做。谢谢秦总，不过我的要求不止这些。我看着被拖走的李强。李强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篡改员工入职信息。我把一叠打印好的转账记录递给秦总监。这是我妈转给李强的5万块钱辛苦费。秦总监看着那些记录，额头青筋暴起。带走，马上把他们带走。警察很快来了，李强和林诗诗被当场带走。发布会成了一场闹剧，但也成了我绝地反击的舞台。当天晚上，我刚回到出租屋，门外就传来了剧烈的砸门声。李晓，你给我滚出来！你丧尽天良的畜生，你连妹妹都害！我们林家养了你20年，你就这样报答我们？我打开门，妈妈双眼通红，头发凌乱，像个疯子一样冲进来。她手里拿着一个绿色的农药瓶。你马上给警察打电话，说你不追究了，说那是你们姐妹之间开玩笑。你要是不打，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她拧开瓶盖，把瓶口对准嘴巴。我靠在门框上，冷冷地看着她。喝吧。妈妈愣住了。你说什么？我说喝吧，喝下去5分钟内就会口吐白沫，内脏衰竭。你没了，我正好清静。妈妈的手开始发抖，她大概没料到我会这么绝情。你不是人，你是魔鬼！我们林家当初就不该收养你。她把瓶子狠狠砸在地上，刺鼻的农药味瞬间弥漫开来。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讨债鬼啊！你妹妹从小身体就不好，你让她怎么了？你本来就欠我们林家的。我拿出手机拨通了110。喂，110吗？有人在我家里寻衅滋事，还携带剧毒农药，威胁我的人身安全。地址是……妈妈听到我报警，吓得从地上爬起来。你疯了！我是你妈，你敢报警抓我？妈妈听到我报警，吓得从地上爬起来。你逼我让出工作的时候，想过你是我妈吗？警察马上就到，你最好想清楚待会儿怎么解释。10分钟后，警察赶到。妈妈还在撒泼，被警察强行戴上手铐带走。屋子里终于安静了，手机响了，是外婆打来的。小小，你妈被抓了。外婆的声音很平静。是的，妈妈被抓了。抓得好。有件事，我本来想带进棺材里的，但现在是时候告诉你了。小小，你妈当年为了让你妹妹上大学，把你清北的保送名额卖给了别人。而且外婆停顿了一下。关于你的身世，也不只是收养那么简单。外婆，什么意思？电话里说不清楚，你回来一趟吧。我连夜回了老家，外婆住在老城区一栋破旧的居民楼里。推开门的瞬间，我闻到了熟悉的樟脑丸味道。外婆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个生锈的铁盒。小小，过来。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外婆把铁盒递给我。打开看看。我打开铁盒，里面除了一张泛黄的录取通知书和几张转账凭证，还有一封信，一封泛黄的信。外婆坐在床边。小小，你不是被遗弃的，你妈，你亲妈是我女儿。我愣住了，什么意思？你亲妈叫林秀兰，是我大女儿。你现在的妈林秀英是我二女儿。30年前，你亲妈生你的时候大出血，没抢救过来。你爸，你亲爸，在你出生前3个月就出车祸走了。你现在的妈那时候刚结婚，怀不上孩子，我就做主
把你过继给了他，我以为亲姐妹之间他会好好待你。外婆的声音开始发抖。我不知道他会这样对你。秀英从小就嫉妒她姐姐，秀兰学习好，长得漂亮，嫁得也好。你出生后，我把你给了秀英，她表面上答应了，心里却恨你，因为你的存在时时刻刻提醒她，她不如她姐姐，所以她恨你。她故意偏心诗诗，故意让你让出一切，故意让你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她不是偏心，她是在报复。我握着那封信，手在发抖，那是亲妈留给我的，上面只有一句话：小小，妈妈对不起你，不能陪你长大了，但你记住，你是被爱着的。外婆，这些证据我一直藏在床底下那个饼干盒里，他找了几年都没找到。小小，你想怎么做，外婆都支持你。我站起身。外婆，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林诗诗因为涉嫌窃取商业机密被拘留了7天，因为没有造成实际损失，公司最终选择了开除，并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她被放出来的那天，直接来了我的出租屋。她瘦了一圈，眼眶深陷，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姐姐，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周明不要我了，李强也进去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她哭得梨花带雨。姐姐，我怀孕了，是周明的，你借我30万吧，我要去把孩子生下来，去要挟他结婚。只要我结了婚，我以后再也不来烦你了。我看着跪在地上的林诗诗，30万，你以为那是买白菜吗？姐姐，你现在是主管了，30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林诗诗抱住我的腿。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你未来的外甥没有爸爸吗？你可是我姐姐啊，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要看这个吗？我把文件扔在她脸上，林诗诗捡起来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这是什么？你从哪里弄来的？当年你顶替我上大学的证据。你不仅偷了我的工作，还偷了我的人生。我居高临下的看着她，而且我蹲下身盯着她的眼睛。我不是什么养女，我才是林家真正的大女儿。假的，都是假的！林诗诗浑身发抖，拼命撕扯那些纸。撕吧，这只是复印件，原件我已经寄给教育局了。林诗诗猛地抬起头，眼睛满是血丝。你以为偷走我的方案就完了？你偷走我的人生，今天也该还回来了。你要干什么？你敢！林诗诗尖叫着扑向我，我侧身躲开。我的肚子好痛！林诗诗重重地摔在地上，捂着肚子哀嚎。她身下流出一滩鲜血，我连忙拨打了120。救护车把她拉走的时候，她还在恶毒地咒骂我。林晓，你不得好死！我没有理她。教育局的调查很快就下来了，证据确凿，林诗诗的大学学历被依法撤销，并被追究法律责任。妈妈因为寻衅滋事被拘留了15天，放出来的那天，她直接冲到了我的公司，她手里拿着一把生锈的菜刀。妈妈在公司大堂里疯狂挥舞着菜刀，保安不敢靠近。我从电梯里走出来。你来干什么？妈妈看到我，眼睛瞬间红了。你个畜生！你害得诗诗流产，还毁了她的学历！我们林家养了你20年，你就这样恩将仇报？我今天就要跟你同归于尽！他举起菜刀朝我冲了过来，我没有躲，我已经安排了保安在暗处，只要他敢动手，立刻制服。但就在这时，一个瘦小的身影突然从旁边冲了出来，是外婆。外婆挡在我面前，菜刀砍在了外婆的胳膊上。外婆！我大脑一片空白，猛地冲上去抱住她，妈妈也愣住了，手里的菜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妈，我不是故意的。外婆捂着流血的胳膊，声音虚弱但坚定。够了，小小不是养女，她是秀兰的女儿，是你亲外甥女。
你恨了30年，该结束了。妈妈整个人僵住了。不可能，她是养女。她喃喃自语，像疯了一样。警察和保安一拥而上，将妈妈死死按在地上。救护车很快赶到，外婆被送进急救室。我坐在急救室门外，浑身是血。林晓，这都是你的错，是你逼我的。要不是你报警，要不是你举报，一切都不会发生。妈妈被押上警车的时候，还在冲我大喊大叫。我站起身，走到警车前，透过车窗，我看着她那张扭曲的脸。故意伤害罪，持刀行凶，你下半辈子就在里面好好反省吧。你个畜生，你连妈都要往死里逼！妈妈歇斯底里的咆哮。我冷冷地说：你从来就不是我妈妈。外婆的伤势虽然不致命，但因为年纪大，需要住院观察很久。我请了长假，在医院照顾外婆。这段时间，我正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妈妈返还这些年强制拿走我的工资、奖金，共计80万。同时，我向法院申请确认我的真实身份，我是林秀兰的女儿，是林家合法的第1顺位继承人。开庭那天，妈妈戴着手铐站在被告席上，她看起来老了10岁。头发花白，眼神浑浊。看到我，他突然跪了下来。小小，妈错了，妈真的知道错了，你撤诉吧，好不好？妈求求你了，你妹妹还在医院躺着，她以后不能生育了。我已经坐牢了，你还要把家里的房子拿走，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啊？看在我养了你20年的份上。旁听席上甚至有人开始窃窃私语，觉得我做得太绝。我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告席上，他在法庭上痛哭流涕，试图打感情牌。法官大人，这是我提供的转账记录。我把厚厚一沓证据提交上去。从我大专毕业开始，被告每个月强制要求我上交80%的工资。这是他发给我的勒索短信，不给钱就去你公司闹，不给钱就当你死了。这是当年他逼我把保送名额让给他女儿的口供录音。还有，这是证明我真实身份的材料。我一条条的列举，每拿出一份证据，妈妈的脸色就惨白一分。她不是在养女儿，她是在报复她姐姐，我的亲生母亲。现在，我不想再忍了。法官看着那些证据，眉头紧锁。最终，法庭宣判，被告必须在3个月内返还原告80万元人民币。由于被告无力偿还，法院将强制执行其名下的唯一房产。同时，法院确认了我的真实身份，我是林秀兰的亲生女儿，依法享有相应的继承权。宣判的那一刻，妈妈彻底瘫软在地上，她死死盯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恶毒的诅咒。林晓，你赢了，你把你亲姨送进监狱，把你表妹逼得流产绝育，你就不怕半夜鬼敲门吗？我收拾好桌上的文件，走到她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她。你恨了我30年，恨的不是我，是你自己。你嫉妒姐姐，所以虐待她的女儿。现在报应来了。3个月后，她的房子被法院强制拍卖，拍得的钱正好够还我的80万。她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有期徒刑3年。林诗诗虽然没有坐牢，但学历被毁，名声扫地，加上流产导致终身不孕，彻底成了一个废人。她拿着妈妈剩下的那点钱，整天在外面酗酒赌博，很快就挥霍一空。我用那80万加上自己这些年的积蓄，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带电梯的大平层。搬家那天阳光明媚，我推着轮椅带外婆参观新家。小小，这房子真大，真亮堂。外婆摸着真皮沙发，笑得合不拢嘴。外婆，以后你就住在这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我蹲下身，握住她布满老茧的手。你长得越来越像你妈了，秀兰要是能看到，该多好。在星辰科技，我正式被任命为研发部总监，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1年后，下班路上天飘起了小雪。我开着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一个穿着破烂棉袄的女人。她正趴在一个垃圾桶里翻找着别人吃剩的盒饭，是林诗诗。她头发打结，脸上全是污垢，看起来像个50多岁的老妪。我降下车窗，静静地看着她。看到我坐在温暖的豪车里，她的眼神瞬间凝固了，嫉妒、
悔恨、绝望，在他浑浊的眼睛里交织。他张了张嘴，似乎想叫我。绿灯亮了，我升起车窗，一脚油门，将他远远地甩在身后。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轨，但命运从来不会让你轻易喘息。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审阅新项目的方案，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喂，请问是林小女士吗？我是市中心医院妇产科的医生，有一位叫林秀英的病人，她在监狱晕倒，被送到我们医院就诊，现在病情危急，她希望在临终前见你一面。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她怎么了？肝隐化晚期，已经出现肝衰竭的并发症，估计就这几天了。我沉默了。林女士，你在听吗？在，我知道了。挂断电话，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天空。3年了，自从养母入狱，我再也没去看过她，不是不想，是不敢。我怕看到她那张脸，会想起那些被逼着让出一切的夜晚。但这次是最后一次了。我开车去了医院，病房在6楼，是临终关怀区。推开门的瞬间，我几乎认不出床上那个人。他瘦的只剩下一副骨架，皮肤蜡黄，眼睛深深的凹进去。他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小小，你来了。他的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医生说你想见我。进来，进来。他吃力的抬起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你瘦了，肝硬化早就查出来了，但没钱治。诗诗不管我，他拿着我剩下的钱跑了。你找我什么事？养母看着我，眼睛里突然涌出泪水。小小，妈对不起你。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我知道没意义，但我快死了，有些话不说出来，我死都不瞑目。你恨我吗？我想了想，恨过。现在呢？不恨了，恨你太累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妈妈哭得更厉害了。你知道吗，秀兰，你亲妈，她生前最喜欢吃糖炒栗子，每年秋天她都会买2包，一包给我，一包自己吃。她说，妹妹，以后我们都要好好的。但我没有好好的，我嫉妒她，我恨她。她死了，我以为我会高兴，但我没有。我每天晚上都梦到她，她站在我面前，问我，姐姐，你为什么不对小小好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知道。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递给她一张纸巾。别哭了，对肝不好。小小，你能叫我一声妈吗？就一声。她抓住我的手，力气大得惊人。我看着她，这个虐待了我20年的女人，这个把我当外人、当工具、当出气筒的女人，这个临死前才想起忏悔的女人。不能。她的手慢慢松开。也是，我不配。她闭上眼睛，泪水从眼角滑落。我站起身。你好好休息。小小。她突然睁开眼睛。你外婆身体还好吗？很好。那就好。她喃喃自语，替我向她道个歉，就说女儿不孝。我点点头，转身走出病房。门关上的瞬间，我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然后掏出手机给外婆打了个电话。外婆，她快不行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知道了。外婆的声音很平静。我会去看她的。我陪您去。好。第2天，我陪外婆去了医院。外婆拄着拐杖，走得很慢。我扶着她一步一步走进病房。她看到外婆，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妈。外婆走到床边，看着床上奄奄一息的女儿。秀英，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外婆叹了口气，坐在床边。你跟秀兰较劲，跟自己较劲，跟小小较劲，较了一辈子，你得到什么了？她说不出话，只是哭。秀兰要是还活着，看到你这样，她得多心疼。外婆擦了擦眼角。她最疼你了。小时候你被人欺负，她帮你打架，
被打得鼻青脸肿，还笑着说没事。妈，别说了，别说了。我不说，就没人跟你说了。外婆握住她的手，秀英，妈原谅你了，但你要记住，下辈子别再这样了。她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眼眶有些发热，但我没有哭。这个女人的眼泪我已经看得太多了。1个小时后，外婆走出病房。走吧，小小。您不多待一会儿？够了，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是他自己的事了。3天后，他在医院去世，林诗诗没有出现，医院联系不上他，最后还是我签的字。火化那天，我一个人去的。殡仪馆里很冷清，只有工作人员和我。我看着他的遗容，突然想起一件事，他这辈子好像从来没有笑过，至少对我从来没有。工作人员把骨灰盒递给我，我接过来抱在怀里，很轻，轻的像个空壳，就像他这辈子对我的爱。我把骨灰盒寄存了，没有买墓地，没有立碑，不是舍不得花钱，是不知道该写什么。林秀英1968到2024。然后呢，女儿林晓，她从来没把我当女儿养女，她也没把我当养女。我最终在寄存证上写的是林秀英享年56岁，仅此而已。生活还要继续。星辰科技的星海项目上线后，反响非常好，公司股价涨了30%，我也成了行业里小有名气的人物。猎头电话接个不停，开的薪水一个比一个高，但我没有走，不是对星辰有多深的感情，而是这里有我未完成的事。那天，秦总监找我谈话。林晓，董事会考虑让你担任技术副总裁。我愣了一下。我才来公司1年半，秦总监难得露出笑容。你做的星海项目，帮公司赚了2个亿，董事会那帮人不是瞎子。我考虑一下。秦总监把任命书推过来。我看着那份任命书，突然想起1年前在同一个办公室，他扔给我的那份考核表。现在他亲手把副总裁的任命书递给我。行，我干。我签了字，走出办公室，手机响了，是外婆。小小，晚上回来吃饭，我炖了你最爱吃的排骨汤。好嘞，外婆。挂断电话，我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城市的夜景。万家灯火，终于有一盏是为我亮的。升任副总裁后，工作更忙了，每天开会、审方案、见客户。但我坚持每天回家陪外婆吃晚饭，那是雷打不动的规矩。外婆的腿脚越来越不好，但精神头很足。她喜欢在阳台上种花，种了一排月季，开得正艳。小小，你看这花多好看！外婆指着月季，笑得像个孩子。我搂着她的肩膀。外婆，您种的什么都好看，就你会说话。外婆拍拍我的手。对了，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什么事？你亲妈的墓，我想去看看。我愣了一下。您知道在哪儿吗？知道，秀兰葬在老家的后山上，你爸也葬在那儿。好，周末我陪您去。周6一大早，我开车带外婆回老家。后山的路不好走，我扶着外婆一步一步往上爬。墓在半山腰，周围长满了野草。墓碑上刻着林秀兰1966到1994，旁边是另一个墓碑，陈建国1964到1994。我的亲生父亲和母亲同年去世，一个车祸，一个难产。外婆蹲下来，用手帕擦拭墓碑。秀兰，妈来看你了。建国，你也好。你们的女儿小小现在有出息了。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跟老朋友聊天。她是大公司的副总裁，有房有车，过得很好。妈，爸，我来看你们了。你们放心吧。我在墓碑前跪下，磕了3个头。风很大，吹的树叶沙沙作响，好像在回应我。外婆从包里拿出一个纸袋，里面装着糖炒栗子。秀兰，你最爱吃的。她把栗子摆在墓碑前，我看着那包栗子，鼻子一酸。小时候我总抢着和她吃。外婆，我亲妈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外婆沉默了一会儿。你亲妈呀，是个特别温柔的人，说话轻声细语，从不跟人红脸。她学习成绩好，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是我们村的第1个大学生。毕业后在县城当老师，教语文。
你爸是开货车的，有一次去学校送货，2个人就这么认识了。你妈说你爸特别老实，第一次见面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后来他们结婚了，感情很好。你妈怀孕的时候，你爸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天天琢磨着给孩子取什么名字。陈爱国。后来你爸出车祸走了，你妈哭得眼睛都快瞎了，但她还是撑下来了，说要把孩子生下来，给陈家留个后。结果生你的时候大出血。外婆说不下去了，我握着她的手，发现她在发抖。外婆，都过去了。我知道，我知道。外婆擦了擦眼泪。小小，你要记住，你妈很爱你。她走之前一直在说孩子，孩子。我记住了，外婆。我们在山上待了很久，下山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外婆回头看了一眼墓碑。秀兰，建国，我下次再来看你们。你们放心，小小有我呢。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又是1年。这天我正在办公室开会，秘书敲门进来。林总，楼下有人找您。谁？他说他叫林诗诗，是您妹妹。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同事们面面相觑，都知道我和林诗诗的恩怨。让她在楼下等着，继续开会。开完会已经是1个小时后了，我坐电梯下楼。大堂里，林诗诗坐在沙发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羽绒服。看到我，她猛地站起来。姐姐，她比以前更瘦了，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头发干枯发黄，像秋天的杂草。我站在她面前，语气平淡。什么事？姐姐。她低着头，不敢看我的眼睛。我想借点钱。多少？5万。干什么用？我生病了，需要做手术，子宫里长了东西，医生说必须切除，不然会癌变。你不是已经把房子卖了吗？钱呢？林诗诗的眼眶红了。赌输了。赌博？姐姐，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她突然跪下，求求你借我5万块钱，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赌了，我保证。大堂里有人开始围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林诗诗，曾经那个趾高气扬、一口一个养女的妹妹，现在跪在我面前，求我借钱给她做手术。姐姐，起来，起来说话。她慢慢站起来，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姐姐，你帮帮我，我不想死。我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从包里拿出支票本，写了一串数字。我把支票递给她，这是10万，够你做手术，也够你活一段时间。林诗诗接过支票，手在发抖。姐姐，谢谢你，谢谢你。别谢我，这钱不用还，但从今以后，你别再出现在我面前。姐姐，我不是你姐姐。你母亲不是我妈，你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10万块，就当是看在外婆的面子上。林诗诗哭着点头，走吧。她转身走了2步，突然回头。姐姐，不，林晓，我对不起你。我知道，但你对不起我的，不是10万块钱能还清的。我知道，我知道。她哭着走出大堂，我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秘书走过来，林总，您心太软了。不是心软，是不想让外婆难过。她毕竟是我外婆的外孙女。又过了1年，春天，外婆的90大寿，我在家里办了寿宴，请了外婆的老姐妹来吃饭。客厅里摆了2桌，热热闹闹的。外婆穿着一身红色的唐装，笑得合不拢嘴。小小，你太破费了。外婆，您90大寿，应该的。正吃着饭，门铃响了，我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人，是林诗诗。她穿着一件干净的蓝色棉袄，头发扎了起来，脸上有了一些血色。她手里提着一个蛋糕。林晓，我来给外婆祝寿。我看着她，沉默了几秒。进来吧。林诗诗走进客厅，看到外婆，眼眶红了。外婆，祝你生日快乐。外婆愣了一下。诗诗。林诗诗跪下来。外婆，是我。外婆，我对不起您，对不起林晓，对不起所有人。外婆放下筷子，看着她。起来，大过年的，
贵什么？林诗诗站起来，把蛋糕放在桌上。外婆看着她，叹了口气：“诗诗，你瘦了。”外婆，我手术做完了，身体好多了。林诗诗擦了擦眼泪：“我现在在工厂上班，1个月能挣3000块，虽然不多，但够花了。”赌还赌吗？不赌了，外婆，我再也不赌了，我戒了。那就好，坐下吃饭吧。林诗诗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她坐下来，端起碗，眼泪啪嗒啪嗒掉进碗里。那顿饭她吃了很多，好像很久没吃过饱饭一样。寿宴结束后，外婆把林诗诗叫到房间，说了很久的话。出来的时候，林诗诗眼睛红红的。林晓，谢谢你让我来。外婆想见你，不是我想。她点点头。我知道，我走了。等一下，我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1万块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外婆的。她让我转交给你，说要让你好好生活。林诗诗接过信封，手在发抖。外婆还说什么了？她说，人都会犯错，但错了要改，改了就还是好人。林诗诗哭得说不出话，我送她到门口。林晓，我能偶尔来看看外婆吗？1个月1次，不能多。好，谢谢你。我关上门，回到客厅，外婆坐在沙发上看着我。小小，你是不是觉得外婆多事？没有外婆，我坐在她旁边。您做的对。诗诗这孩子命苦，他母亲不是个好妈妈，从小把他惯坏了。现在他母亲死了，他一个人也够可怜的。外婆，我不恨他了，但也不可能跟他做姐妹。有些人伤害过了就回不去了。我知道。外婆拍拍我的手，你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够了。这年秋天，公司上市了。作为技术副总裁，我拿到了不少期权。敲钟那天，我站在台上，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突然想起7年前那个在野鸡大专教室里熬夜自学编程的自己。那时候穷得连网费都交不起，只能去学校图书馆蹭电脑，每天学到凌晨2点，早上6点起床继续。饿了就啃馒头，渴了就喝自来水。冬天的教室没有暖气，手动的通红还在敲代码。夏天的宿舍像个蒸笼，光着膀子写程序，蚊子咬得满身是包。那时候支撑我的只有一个念头，总有一天我要让那些人看看我不是废物。现在我站在纳斯达克的敲钟台上，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有的死了，有的坐牢了，有的在工厂流水线上打工，而我站在这里。记者采访的时候问我，林总，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坚持。就这2个字？就这2个字。不管多难，都要坚持下去，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采访结束后，我回到酒店，给外婆打了个电话。外婆，公司上市了。上市是什么意思？外婆问。就是公司更值钱了。那你的钱是不是也多了？多了不少。那你要多存点，别乱花。外婆叮嘱道。我笑了。好，外婆，我听您的。挂断电话，我站在酒店窗前，看着这座陌生的城市，灯火辉煌，车水马龙。我想起了亲生母亲留下的那封信。小小，妈妈对不起你，不能陪你长大了，但你记住，你是被爱着的。妈，我记住了一辈子。3年后，外婆93岁了，身体大不如前，走路需要拄拐杖，耳朵也背了，但脑子还很清醒，每天看新闻，关心国家大事。小小，你看新闻了吗？那个谁谁谁又出事了。外婆，您别操心那些，好好养身体。我身体好着呢，再活10年没问题。外婆不服气，我笑着给她削苹果。手机响了，是林诗诗打来的。林晓，外婆身体怎么样？还好，能吃能睡。那就好，我想来看看她。来吧。这3年，林诗诗每个月都来看外婆，每次来都带些水果糕点。虽然不值什么钱，但心意到了。她在工厂干了2年，攒了点钱，现在在一家超市当收银员，工作稳定了，人也不像以前那么憔悴了。她再也没有提过借钱的事。下午，林诗诗来了，她穿着一件干净的格子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外婆，我来看您了。
诗诗来啦，快坐快坐。外婆笑呵呵的。小小，给诗诗倒水。我倒了杯水，递给林诗诗。谢谢。她接过去，低着头。工作怎么样？还行，1个月4000多，够花了。我租了个单间，虽然小，但收拾得挺干净。客厅里沉默了一会儿，外婆突然说：“诗诗，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找个对象了。”林诗诗脸红了。外婆，我这条件谁要我啊？怎么没人要？你长得也不丑，工作也稳定。外婆认真的说：“潇潇，你认识的人多，给诗诗介绍一个。”你想要什么样的？林诗诗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主动帮她。我没什么要求，人老实就行，不嫌弃我就行。行，我留意着。林诗诗眼眶红了。林晓，谢谢你。别谢我，谢外婆。1个月后，我给她介绍了一个人，是我们公司后勤部的一个技术员，叫张伟，35岁，离婚没孩子，人很老实，就是不太会说话。2个人见了一面，林诗诗回来后给我打电话，声音有些激动。林晓，他不嫌弃我。那就好。他说他以前也犯过错，所以能理解我。他说人都会犯错，但只要改了，就还有机会。林晓，谢谢你。他哭了。真的谢谢你。好好过日子，别再赌了。不赌了，这辈子都不赌了。半年后，林诗诗和张伟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就在他租的那个单间里。外婆去了，我也去了。林诗诗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张伟穿着西装，有些紧张，不停地擦汗。礼成后，大家都笑了。那天晚上，林诗诗喝了很多酒，她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林晓，我敬你一杯。以前的事，对不起。我端起杯。她说完，一饮而尽，我也喝了。以前的事儿，翻篇了。林诗诗哭着点头。又过了2年，外婆95岁了，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我请了护工照顾她，但只要有时间，我就自己来。那天晚上，我正给外婆擦身子，她突然抓住我的手。潇潇，外婆怎么了？我可能快不行了。我心里一紧。外婆，您别瞎说，您身体好着呢。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外婆笑了笑。潇潇，外婆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外婆，您说什么呢？当年我要是不把你过继给秀英，你就不会受那么多苦。外婆的眼眶红了。是我害了你。外婆，您别这么说。我握住她的手。要不是您，我可能早就死了。是您救了我，是您把我养大。可我救了你，却没保护好你。外婆哭了。我眼睁睁看着秀英欺负你，却什么都没做。外婆，您做了。您把户口本给我，让我走。您把证据藏起来，等了几10年。您什么都做了。可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外婆，您不用对不起我。我擦了擦她的眼泪。您只要记住一件事，您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我。外婆哭着点头。那天晚上，我守了外婆一夜，她睡得很安稳，呼吸均匀。天快亮的时候，她突然睁开眼睛。外婆，我在。潇潇，我梦到秀兰了。外婆笑了。她说她在那边等着我呢。潇潇，你要好好的。外婆握住我的手。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外婆，我有您就够了。不够。外婆摇头。外婆不能陪你一辈子，你需要一个人陪你走完剩下的路。外婆，我答应您。好。外婆笑了，闭上眼睛。我以为她睡着了，但她的手慢慢变凉了。外婆，外婆！护工冲进来，摸了摸外婆的脉搏，摇了摇头。林小姐，老人家走了。我跪在床边，抱着外婆的手，哭得撕心裂肺。外婆的葬礼很简单，没有大操大办，只请了亲戚朋友。林诗诗来了，哭得比我还厉害。张伟扶着她，眼圈也红了。秦总监来了，代表公司送了花圈，还有一些同事和朋友。葬礼结束后，所有人都走了，我一个人站在墓碑前，墓碑上刻着王淑芬1930到2025，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是我自己加的。
外婆这辈子就像那首诗里写的母亲，她不是我的亲生外婆，却给了我全部的爱。我在墓前站了很久，直到太阳落山。外婆，您放心，我会好好的。外婆走后，我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下班回家，面对空荡荡的房子，总觉得少了什么。阳台上外婆种的月季还在开着，但再也没有人指着花笑着跟我说：“小小，你看这花多好看。”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那排月季发呆。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请问是林晓女士吗？我是 X 相亲平台的红娘，有人在我们平台为您报名了相亲服务，希望跟您约个时间见面。我愣了一下，谁给我报的名？是一位叫王淑芬的老人，他说他是您外婆。我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发抖。他什么时候报的名？3个月前，他来我们公司填了报名表，交了服务费，说一定要帮您找个对象。您都95了，还惦记着我的终身大事。林女士，您还在吗？我擦了擦眼泪。在。什么时候见面？这周6下午3点，在咖啡厅可以吗？可以。周6下午，我去了那家咖啡厅。红娘给我介绍的男人叫赵明远，38岁，是一家投资公司的合伙人。人长得高高大大，戴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他看到我愣了一下。林晓，我也愣了一下。你认识我？星辰科技的技术副总裁，行业内谁不认识？他笑了。我是做投资的，对你们公司很了解。不过，我没想到你会来相亲。他有些不好意思。我以为像你这样的女强人，不会什么？不会来相亲。他挠了挠头。我实话实说，是我母亲逼我来的。她说我再不找对象，她就不认我这个儿子。我忍不住笑了。我也是我外婆逼来的。外婆？她去世前给我报的名。赵明远沉默了。对不起。没事儿。我喝了口咖啡，我们聊了很久，从工作聊到生活，从生活聊到理想。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不是那种油嘴滑舌的有趣，而是骨子里的幽默感。他说话慢条斯理，但每一句都能让你笑。他放下咖啡杯。林晓，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问。你为什么一直单身？我想了想，因为不敢。不敢？从小被抛弃，被虐待，被利用，所以不敢轻易相信一个人。赵明远看着我，眼神很认真。林晓，我不是你以前遇到的那些人。我知道，但我需要时间。没关系。他笑了。我有的是时间。接下来的日子，赵明远开始追求我，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追求，而是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每天早上他都会发一条消息：早安，今天降温，多穿点。中午他会问我吃了吗？别光顾着工作。晚上他会打电话聊几分钟，然后说早点睡，别熬夜。很平淡，但很温暖。3个月后，他约我吃饭，是一家很普通的餐馆，不是那种高级餐厅。为什么选这里？他说，因为这里的红烧肉很好吃。我小时候，我妈经常带我来，后来我妈不在了，我就一个人来。去世5年了。他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我碗里。癌症。对不起。没事。他笑了笑。人都会死，重要的是活着的时候有没有好好爱过。我看着他，心里某个地方被触动了。赵明远，你喜欢我什么？他想了一会儿。喜欢你坚强。就这？就这。他说，你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却没有被打倒。你靠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这种坚强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你不觉得我太强势了吗？强势是因为没人保护你。如果有个人愿意保护你，你就不用那么强势了。我鼻子一酸。赵明远，你别对我太好。为什么？因为我会依赖你。那就依赖吧。他握住我的手。林晓，让我保护你。我没有抽回手，
1年后，赵明远向我求婚，没有钻戒，没有玫瑰，他带我去了一家福利院。为什么来这儿？因为我想让你看看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愣住了。你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他点点头。我3岁的时候，爸妈出车祸走了，后来被送到福利院，一直待到18岁。那你说你母亲带你去吃红烧肉？福利院的院长，我们都叫她妈。他笑了。她对我们很好，每个周末都会带我们去下馆子。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红烧肉。我看着他，眼眶红了。赵明远，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看着我。因为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可怜。他说：“我跟你一样，都是靠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小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枚很简单的银戒指。林晓，这枚戒指不值钱，是我用第1个月的工资买的。我存了很多年，一直在等一个人，现在我等到了。你愿意嫁给我吗？我哭了，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懂得我们都是被抛弃的人，都靠自己活了下来。我愿意。现在我们找到了彼此。赵明远笑了，笑得很开心。他把戒指戴在我手上，不大不小，刚刚好。婚礼在春天举行，很简单，只请了亲近的朋友。林诗诗和张伟来了，秦总监来了，公司的同事也来了。我穿着白色婚纱站在赵明远面前。林晓，你愿意嫁给赵明远为妻吗？司仪问。我愿意。赵明远，你愿意娶林晓为妻吗？我愿意。我们交换戒指，然后拥抱。台下响起掌声。林诗诗哭了，张伟递给她纸巾。秦总监难得露出笑容，拍着赵明远的肩膀说：“好好对林晓，她是我们公司的宝贝。”赵明远笑着说：“秦总放心，我会的。”婚礼结束后，我和赵明远去了外婆的墓地。我把一束花放在墓碑前。外婆，我结婚了，这是明远，是个很好的人，您放心吧，我会好好的。赵明远鞠了一躬。外婆，我会好好照顾林晓的。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好像外婆在回应。外婆，您看到了吗？我很幸福，这个冬天很暖和，一辈子都会很暖和。